辽宁舰在太平洋上画8字，将关岛纳入打击范围。美国看到了什么信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爽。在很多人看来，美国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位居世界第一，绝对是个海上霸权国家。而中国海军目前只列装了辽宁舰和山东舰2艘航母，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没法与美国比。事实呢，也的确如此。然而，这并不等于中国的航母就没有办法发挥战略作用。日前，以辽宁舰为首的中国大型航母编队前出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引发了美日等国的广泛关注。辽宁舰先是在菲律宾海和西太平洋画了一个8字，然后逼近关岛，这可就有意思了。日本防卫省公布的动态显示，辽宁舰航母曾经航行到了位于关岛500公里外的位置，这也意味着关岛美军基地首次进入中国航母舰载战斗机的打击范围。过去中国能够威慑关岛的武器主要是中远程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关岛快递。而现在与航母同行的055万吨大驱又配备了新式的高超音速弹道导弹，远程打击手段又多了一种。可以说，中国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进行的远海训练，首次展示了对美军第2岛链的威慑力。有人可能对中国航母编队的实力不感冒，毕竟与美国航母相比，辽宁舰编队看起来有点稚嫩。其实，辽宁舰编队除了航母平台小一点，舰载机的数量也比美军少一些之外，在航母编队的水面舰艇的配置方面，实力可一点也不差。中国海军这次在西太平洋出动的舰艇规模相当大，包括辽宁舰在内，解放军同一时间在西太平洋共有13艘大舰，包括3艘055万吨大驱、3艘052D 型中华神盾舰、1艘956EM 型驱逐舰、2艘054A 型护卫舰、1艘电子侦察舰、2艘综合补给船。如果中美航母在远洋对决的话，中国航母在夺取制空权和反导作战能力方面可能落后于美军，但是在舰队防空、反舰能力方面则明显领先于美军。谁胜谁负还真得两说着。何况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国的天基卫星网也有一定的优势。我军的战舰配备的更先进的反舰导弹和对陆攻击导弹，同样可以对美军构成严重威胁。而且不要忘了，中国海军航母编队的背后还有强大的中国空军和火箭军的中远程导弹的支持。比较有意思的是，美军这2天刚刚公开了关岛防御计划，明确表示任何对关岛的攻击都会被视作是对美国本土的攻击，必将引来美国的报复。美国还计划进一步强化防空和反导能力建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美军正在将对付解放军的防线从第1岛链转向第2岛链。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中国航母首次将关岛纳入作战范围呢？首先，这是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方向建立战略防御纵深的需要。中国完成统一时，要防备来自域外国家和地区，比如关岛美军的威胁。最关键的措施就是出动航母在西太平洋方向形成防空、反舰和反潜防线，破解美军战略轰炸机和核潜艇的威胁。辽宁舰的实力虽然相对有限，但是只要走出第1步，说明中国在西太平洋建立战略防御纵深是玩真的。以后我们还会有超级航母在西太平洋活动，需要先让美国人学会适应。第二，此次远海训练证明中国航母编队的远洋作战能力取得了重大进步。中国海军在航母战斗力建设方面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提高。虽然辽宁舰是一艘训练航母，但也要经常在远海长期活动，以摸索出适合我军特色的训法和战法，比如增加舰载机的出动频次，进行海上模拟空战和反舰作战等等。最后，只要我们走出自己特色的航母战斗群发展之路，演练出新的战法，在面对强敌时就能战胜对手。
美国航母的优势是以舰载机为主的进攻性作战力量，这在对付中小国家时比较有效。中国航母战斗群拥有更先进的导弹武器，配备有高穿速导弹，能让美军无法防御。解放军的主力战舰都非常年轻，信息化水平高，综合战力正在快速提升。不说别的，美军以亚音速反舰导弹为主的攻击性武器，要想威胁中国航母编队就会比较困难。辽宁舰这次将关岛纳入战训范围，看起来只是一小步，但它又是中国海军走向远洋、突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必须走的一大步。对美国而言，以后也别光盯着中国的关岛快递，因为中国的航母也来了，早点学会适应才是上策。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